我在医院难产，老公一家人居然一个人也没来，电话也不接，疼痛、饥饿和失望交织在一起，我的意识渐渐模糊。醒来后，是婚前断绝关系的妈妈陪在我身边。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从产房被推出来的时候，就听到小雪护士在门外焦急地喊：“张小小的家属在吗？”我费力地叫了她一声：“小雪，别喊了，直接推我到病房吧。”小雪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我推到了病房。她看着我孤身一人，心疼地说：“小小姐，你身边怎么能没人照顾呢？”我虚弱地笑了笑：“没事，我能行。”小雪叹了口气，用湿棉签小心地为我擦拭嘴唇，还把宝宝抱到我身边。我看着宝宝皱巴巴的小脸，鼻子一酸，但还是努力给了小雪一个笑脸，让她去忙工作。我打开手机，看到和陈强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他昨天说加班的消息上。我试着给他打电话，但对方一直在通话中，最后竟然关机了。半夜疼得难受，想玩手机转移注意力时，却看到陈强发的朋友圈，他怀里似乎还抱着别的姑娘。我心如刀绞，给他打电话却始终是占线状态。没办法，我只好给婆婆打电话。电话接通后，婆婆不耐烦地说：“丽丽怀孕了，她第一次当妈，得去照顾她。你有什么事吗？”我刚想说我生了，丽丽撒娇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妈，我想吃车厘子。”婆婆立刻说：“来了来了，小小，你找你妈吧，我这走不开。”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我突然想起和我妈断绝关系的事。当初我为了和陈强在一起，不惜和我妈闹翻，如今我又怎么有脸去找她呢？疼痛、饥饿和失望交织在一起，我的意识渐渐模糊。在梦里，我看到妈妈坐在床头，温柔地抚摸我的额头。我哭着惊醒，睁开眼，竟然看到妈妈正在为我擦拭肿胀的手。我瞬间红了眼眶。妈，我错了。妈妈瞪了我一眼，哭什么？没出息。但她的眼里满是心疼。走，妈带你去最好的月子中心。我突然想起，我曾经也是京市首富的女儿，是别人家的大小姐。当初婆婆对我百般讨好，我以为她是真心喜欢我，却没想到那只是爱屋及乌。直到我和陈强结婚后，我妈和我断绝联系，不再给我一分钱，婆婆的态度就变了。她开始挑剔我，说我做事不利索，只知道花陈强的钱，连家务也不知道做。我努力改变自己，从什么都不会到现在家务全包，但婆婆还是不满意。我以为我的一生就这样了，却没想到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妈妈出现了。在全市最好的月子中心，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顾，身体也逐渐恢复。妈妈虽然对我有气，但还是会来看我。她也越来越喜欢宝宝，说宝宝像我。然而，在月子中心待了大半个月，婆婆和陈强一次都没联系过我。我知道丽丽应该也生了，打开婆婆的朋友圈，看到她守在手术室门口的照片，那画面仿佛他们是一家三口。退出微信后，我习惯性地打开了我家监控，竟然看到婆婆在伺候丽丽坐月子，而陈强也在。这套房子是妈妈婚前给我买的，我从没告诉过陈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很快我就明白了。我看到陈强带着我曾经最好的闺蜜周婷婷出现在了我家，原来是周婷婷告诉了陈强。更让我震惊的是，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陈强说，他早在我生产前就在我的杯子里下了药，想让我难产而死。他还说，半个月了我都没消息，
肯定是死了。听到这些，我感到一阵恶心。原来陈强对我从没有过真心，只有利用和背叛。而周婷婷，我曾经最好的闺蜜，也背叛了我，和陈强搅在一起。我突然想到，生产前一晚，陈强突然拿着水杯进来哄我，我还以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原来那杯水里是他想让我死的毒药。看着监控里那几个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恶心，但同时，一个报复的计划在我心中悄然升起。这时，妈妈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还回去吗？她问我。回，当然要回。我冷冷地说，月子之仇不共戴天，况且他们还想杀我，这样的仇我怎么能不报？妈妈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这才是我的女儿。我和妈妈相视一笑，像是找回了曾经的默契和勇气。我在监控里冷眼看着他们在我的房子里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那个曾经我视为闺蜜的周婷婷，更是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她不止一次在朋友圈晒出站在我家阳台的照片，配文炫耀自己年纪轻轻就有了房子，还自称努力的样子很美。她的朋友圈里一片恭喜和祝福，还有不少人拿我和她做比较。你和小小不愧是闺蜜，连房子规格都一样呢，小小怎么能和婷婷比？听说她嫁了个穷鬼，还跟家里断绝关系了，真是恋爱脑上头。看到这些评论，周婷婷的炫耀没得到预想的效果，她很快就删了朋友圈，看起来很是恼羞成怒。我知道，依照周婷婷的性格，她为了面子一定会再次组局找回场子。果然没过多久，她就在大学同学群里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当天，她从我衣帽间拿走了妈妈送我的那条500万的项链和那条价值20万的晚礼服。看着她那一身俗气的打扮，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出门前，周婷婷对着镜子笑得花枝乱颤，那模样活脱脱像个青楼里的女人。但她的笑很快就止住了，因为我报了警。同时，我也联系了酒店前台。不出我所料，她一定会选择去那家有我家股份的酒店。以前我带她去过，还提起过以后她去可以划我的账。妈妈这几年每个月都会收到好几笔消费记录，她一度以为那是我花的，也就没追究。但现在这些消费记录就派上用场了。看着酒店前台发来的监控视频，我不禁皱眉。那条价值100万的项链在周婷婷手中仿佛成了廉价的饰品，被她到处炫耀，而她小心翼翼护着的却是那条价值40万的礼服。每当有人路过，她都要紧张地查看一番，生怕被人碰坏。同学们虽然敢怒不敢言，但私底下都对她翻白眼，嫌弃不已。就在这时，王浩宇的出现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他漫不经心地问道：“哟，这条项链不是被小小买走了吗？怎么会在你身上？”这句话让周婷婷顿时变了脸色，支支吾吾地解释不清。其他同学也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眼看场面越来越尴尬，周婷婷为了挽回面子，决定装大方请客。她拿起菜单，趾高气扬地点了一大堆昂贵的菜品和酒水。同学们见状，纷纷开始点菜，仿佛要把之前的憋屈都发泄出来。而周婷婷则是一脸得意，仿佛自己真的成了大款。然而，当她准备结账时，却被告知不能划账。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开始慌乱起来。她试图联系陈强和其他朋友借钱，但都没有成功。就在这时，
我想起了早上报的警，警察也赶到了现场。周婷婷更加慌乱，开始四处张望，似乎想找到什么救命稻草。我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切，心中不禁得意起来。就在我得意的时候，婆婆和陈强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他们看起来非常着急，尤其是陈强。他接到周婷婷的电话后立刻赶了过来，看着他们一家子慌乱的模样，我心中更是痛快。不过好戏还在后头呢，我期待着接下来的发展，看着周婷婷如何收场。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好友验证，点开一看，居然是王浩宇。虽然有些疑惑，但我还是通过了他的验证。通过后，王浩宇很快就发来了一条消息：小小，你不会真的被抢老公了吧？这家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一起上学的时候，他就总是针对我，没想到现在还这样。我懒得理他，准备关掉手机，但就在这时，他又发来了一条消息：小小，要是真没老公了的话，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试试？我皱了皱眉，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这种无聊的人，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交集。回到监控画面，我看到周婷婷已经陷入了绝境，她试图用项链抵押餐费，但显然没人愿意接手。而婆婆和陈强则是一脸焦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看着他们一家子乱成一锅粥，我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痛快。这就是他们背叛我的代价。我张小小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视频里，婆婆慌张的口不择言，对着前来收房的买家破口大骂。她忘了，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我之前那样任她欺负。婆婆摆出一副壮烈的姿态，仿佛今天谁敢动她，谁就得倒霉。可惜买家根本不吃她这一套，很快就以私闯民宅为由报了警。警察到来后开始协调处理，但婆婆还是胡搅蛮缠，屡次打断警察的话，甚至趴在地上扯着警察的裤脚哭喊。她口口声声说警察欺负普通民众，还让丽丽装晕来博取同情。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没有一丝波澜。婆婆的所作所为早已让我对她失去了最后的耐心。当婆婆再次出手打了警察一巴掌时，警察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她警告婆婆这是袭警行为，但婆婆却更加嚣张，甚至又给了警察一巴掌。结果下一秒，警察掏出了银色手镯，婆婆见状瞬间晕了过去。这时，另一个警察小哥拨通了120的电话，说现场有人意外晕倒，需要支援。婆婆和丽丽听到后再也装不下去了，灰溜溜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但婆婆似乎铁了心要赶走警察和买家，她撸起袖子叉着腰，一副谁敢进来就拼命的样子。警察无奈，只好让买家拿出房产证，可婆婆却一把夺过房产证撕了个粉碎。这时，警察的脸色更加阴沉了。婆婆还是不知趣的大骂他们是土匪，不分青红皂白就闯入别人的家里。丽丽则在一旁拉着婆婆的袖子，似乎在劝说她。我猜她是看到了房产证上的户主姓名张小小。一时间，婆婆和丽丽的脸色变了又变，似乎是不可置信。因为房产证上的的确确是我本人签的字。这时，丽丽突然拿起手机给谁发消息，没过多久，我的手机就弹出了一条消息，不用猜也知道是丽丽发来的。既然是我签的字，那他们就笃定我还活着。这下他们怕是坐不住了。没过多久，陈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没接，手机却也没挂断。我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
直到我的手机关机，因为当初我在产房里也是这样给他打电话的，他也没接。另一边，我高中时的好友发来了一段高中聚会的视频，视频中周婷婷在陈强身后哭得死去活来，她辩解道：“不是我偷的，真的不是我偷的，是他送给我的。”陈强则无奈地陪着笑脸跟警察解释：“对，是我从家里拿的，是我送给他的。”但警察却不为所动。“不好意思，先生，有人报案，请配合我们到公安局进行调查。”听到这话，周婷婷吓得腿都软了，她一边往后躲，一边死死护住身上的项链，那狼狈的样子确实让人想笑。面对手持银色手镯的警察，周婷婷一边躲，一边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我就说嘛，周婷婷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东西？原来是偷的呀！你说会不会是偷了张小小的呀？岂止是偷东西呢？你看，把周婷婷护在身后的那个男人，就是张小小老公呢。亏得张小小当初读书时对她那么好，换来的居然是这样的下场，居然做了闺蜜的小三。呵呵，听到小三这个词，周围的女人们立刻愤怒起来。毕竟对于30多岁的女人来说，小三是最让她们痛恨的一个群体了。不一会，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和鄙夷的神色就将周婷婷淹没了。看着拒不配合的周婷婷，警察终于失去了耐心。他3下5除2就给周婷婷戴上了手铐，并强制性将其拖上了警车。而一旁的陈强试图阻止，却被警察一句妨碍公务挡了回去。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周婷婷被警察带走，而那些高中同学不仅幸灾乐祸地拍着视频，还不忘让临走的陈强买单。可陈强走得急，身上没带1分钱，可接这局是周婷婷组的，那群人哪里肯轻易放过他。离开前，陈强被经理拦了下来，让他付那349万的账单。陈强一听，金额瞬间腿软，可他哪来这么多钱？他一边到处打电话借钱，一边不断咒骂周婷婷，可借了半天也没借到钱。陈强最后撂下一句：“我和刚才那个女人不熟”，就离开了。这就是他的真爱。就这，醒来已是凌晨3点。我瞥了一眼手机，满屏的未接来电和短信，全是陈强发的。张小小，你竟敢不接我电话！小小，那房子是你卖的吗？卖了我们住哪？小小，那些珠宝是不是很值钱？不会是你妈给你的嫁妆吧？你怎么不早说？你到底有没有真心待过我？这样吧，你给我打20万，我就当没这回事了。还有，给我妈和丽丽一人送套你妈送你的珠宝，我们还是一家人。对了，婷婷借带你的珠宝被警察带走了，你去警局接她一下。张小小，你哑巴了？装什么死？我懒得网上翻微信，光看这些就知道他一开始肯定骂了我一顿，后来知道我活着，又开始指责我，再后来就想拿我当提款机。哼，这次谁爱当谁当。我决定了，以后的人生就一句话：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我要让他们知道，吃了我的都得给我吐出来。我合上手机，从衣帽间选了套最贵的衣服，抱着宝宝打了辆出租车，慢悠悠地前往陈强原先那老破小的房子。还没进门，就听到屋里陈强和婆婆的咒骂声。我笑了笑，直接推门走了进去。他们显然被我吓了一跳，婆婆脸上露出慌张的神色，陈强眼里也闪过一丝无措。我清了清嗓子说：“婆婆，我在我妈那儿坐完月子回来了。”说完，我悠悠地把行李放进了原先的房子。出来时，
丽丽迫不及待地朝我扑了过来。嫂子，你这月子怎么做的？怎么保养得这么好？聊起这个，我可就不困了。我拉着丽丽的手，开始说起来。我妈给我报了100万1个月的月子中心，我在那儿什么都不用操心，吃了睡，睡了吃，还有专人每日按摩，所以恢复得很快。而且我现在的身材比之前更好了呢。我的话让丽丽听得心驰神往，不禁开始埋怨婆婆。她边听边摸我的皮肤，反观她自己，脸色蜡黄，肚子上长满了妊娠纹，看起来十分吓人。我故作同情地说：“婆婆说她去照顾你了，我还以为她会把你照顾得很好呢。你在那么好的地方坐月子，你看看丽丽，你居然还有脸来炫耀！”婆婆终于忍不住骂道。我转过头，抹了抹眼泪：“婆婆，不是你说的吗？谁生的闺女谁照顾？我以为你会把丽丽照顾好的。”我妈说：“钱就是要给女儿花的，她愿意花钱让我去坐月子。你要是不想让丽丽受苦，你也可以让她去月子中心啊。”我一脸委屈地说。当我把她的原话还给她时，婆婆顿时也说不出话来了。我看到丽丽脸上的埋怨更重，她索性直接进屋，小声抽泣：“张小小，你少说风凉话！要不是你把你的大平层卖了，让丽丽没有好的地方坐月子，她会成这样吗？”陈强指责道。我摸了摸宝宝的头，无辜地说：“哦，你说房子啊？那你可真的误会我了，那是我的房子。但我妈说要卖了那套房子，重新买个新的，记在宝宝名下。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在里面啊。”“什么？你说你妈要给孩子买房？”听到这里，他们几人才反应过来，我怀里还抱着孩子，立马从我手里接了过去。陈强先反应过来：“小小，你妈之前不是不管你了吗？怎么又会接你去坐月子呢？”我眨了眨眼睛，我妈始终是我妈，又怎么会真的不管我呢？况且我现在给她生了个小外孙，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不管我呢？这么说，那套房子和那些珠宝都是你的了？陈强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我故意压低了声音，小声对陈强说：“对呀，都是我的。我妈说她的财产都会留给宝宝，但她不让我告诉你们，怕你们动歪心思。”说完，我意有所指地看了婆婆一眼。婆婆果然竖着耳朵在偷听呢。不管她听到了多少，陈强一定会告诉她的，到时候就等鱼儿上钩了。我一定要把之前受过的苦都还回去。不出我所料，第二天醒来，婆婆的态度就变了，对我嘘寒问暖，比婚前还要过分。她甚至开始冷落正在坐月子的丽丽。之前都是我做饭，现在一醒来就能看到桌上摆满了不同的早餐。我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一切，直到某个半夜口渴醒来倒水时，听到了他们一家3口的密谋。“妈，你真的要伺候那个贱人那么久吗？”丽丽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小声点，别把她吵醒了。”陈强警告道。“放心，我每天都在她的水里加了安眠药，她醒不了的。”陈强得意地说。“哥，还是你有办法。”丽丽夸赞道。“妈，每天这样伺候她也不是办法，得想个主意。”婆婆咬牙切齿地说，显然对我恨之入骨。我早就想好了，明天她去接她妈去商场，我安排人在路上制造一场意外车祸，他们家没男丁，到时候他们家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陈强阴险地说，你当初娶她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现在还不是这样？婆婆略带责怪。妈，那是之前他妈不管她了，我以为这是没指望了，谁能想到她生个孩子，她就又有钱了。陈强解释道，早知道就应该让她未婚先孕，说不定着急的就是我们了。婆婆后悔地说，不过
现在这样也行，钱迟早是我们的。陈强自信满满，听着他们的对话，我不禁冷笑。他们真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蠢货吗？这一切不过是我精心安排的局。安眠药早已被我换成了维生素。第二天，我准备出门时，他们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但当我提出让陈强陪我一起去时，他们的脸色瞬间变了。张小小，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出个门都要陈强送。婆婆没忍住，开始骂我。我抱着宝宝开不了车，你不乐意送，那我就不去了。我假装委屈地哭了起来。陈强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说：“我送你还不行吗？”婆婆和丽丽的脸色变了又变，我却觉得好笑。好玩的还在后面呢。接到妈妈后，陈强开始找借口想下车，但我和妈妈都无视了他。很快，我们遭遇了车祸。但幸运的是，我和妈妈都安然无恙，受伤的是陈强。婆婆和丽丽匆匆赶到医院，一进门，婆婆就给了我一巴掌。明明是你非要陈强送你，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你。婆婆气势汹汹地说：“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假装不懂，该出事的人是你和你妈，而不是我的儿子。婆婆咬牙切齿地说：“妈，难道真的是你？”我捂着脸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你就算再不喜欢我，车上还有你的孙子啊！很快，急诊室附近的家属纷纷举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婆婆想阻止他们，但人太多了。第二天，陈强还没醒，婆婆就已经上了热搜。恶毒婆婆安排车祸加害儿媳妇。婆婆躲在屋子里对我破口大骂，我却只是笑了笑。恶人自有恶人磨。很快，婆婆就尝到了她应有的报应。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她指指点点。往日一起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也都不再理她。而就在这时，周婷婷的判决书也下来了。因为盗窃罪，她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酒店的巨款也把她爸妈的房子抵押了。我去看周婷婷的爸妈时，他们一夜之间老了10几岁，失去工作的他们只能靠捡瓶子为生。我于心不忍，给了他们一份公司保洁的工作，至少不用再流离失所。被网暴的第8天，婆婆彻底疯了。接到丽丽电话时，我正在和妈妈打包行李，准备去云南度假。张小小，妈都疯了，你怎么还有心思去旅游？丽丽在电话里责怪我。不好意思，我没空照顾她。我冷漠地回答。那你走了，谁伺候妈？丽丽不满地问。妈说了，谁的妈谁伺候。我妈最近心情也不好，我陪她转转。说完，我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去云南的路上，我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并附上了陈强出轨的证据。法院很快判决陈强净身出户，孩子归我。当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时，我在云南偶遇了一个不速之客，王浩宇。张小小，真巧啊，居然能在这里碰到你。王浩宇笑着向我走来。巧，你一路跟着我，还真以为自己的跟踪技术很好啊。我没好气地说。王浩宇突然收起笑容，认真地看着我。我小时候跟踪你那么多次，你怎么一次都没发现？我以为你要揍我，每次都跑得飞快。我尴尬地回答。王浩宇突然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柔和地说：“你真是个笨蛋，不过来日方长。”他低声说道。此时，夕阳洒在我们身上，妈妈适时地离开，只剩下我们2人。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那句诗：“爱在黄昏日落时。”我愣在原地，望着他深邃的眼眸，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你说什么？
我结结巴巴地问。王浩宇轻笑一声，凑近了些，声音低沉而温柔。我说：来日方长，小小，我一直在等你。我垂下眼帘，心中五味杂陈，回想起过去的种种。王浩宇一直默默地守护在我身边，而我却从未察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低声说：没关系，我可以等。王浩宇轻轻握住我的手，眼中满是坚定。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或许是时候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了。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我的婆婆何聪的妈站在大门口，手里的是我的行李箱。她将我的行李箱从台阶上推下去，差点砸到我。你还有脸回来？我们何家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光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呵斥：滚！给我有多远滚多远。我知道何聪的妈一向不喜欢我，我和何聪登记以来还没有办婚宴，所以她从来不承认我是何聪的太太。我咬咬牙，想了想，还是开口了：妈，少不要脸了，谁是你妈？她冷哼着：现在马上给我滚！我要见何聪。我咬着唇：我和他登记过了，我们是夫妻，我们家何聪不要你了。何聪妈略显粗壮的身躯将门口给堵得死死的，我甚至从门的缝隙里都看不到何聪是不是在里面。我不能试图跟他讲道理，我紧紧攥着拳头。理智告诉我，和一个市井老妇女吵架是不明智的。何聪是不是出差了？是啊，他出差了，你就找男人是不是？你就给他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何聪妈比划了一下，她比划的绿帽子像一张网，将我罩住，密不透风。阿姨，我改了口，既然他不认我，我也不想自取其辱。你不可以这么污蔑我。我污蔑你？你今天是不是去医院了？你是不是去妇产科了？我顿了一下，我今天的确去医院了，可何聪妈是怎么知道的？不说话了是不是？要不是小凤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你这个不要脸的，我儿子明明没碰过你，你却怀孕了。你肚子里是谁的种？是谁的？就在这时，一道惊雷在天空炸开，何聪妈吓得叫了一声，然后指着天空对我说：老天也听到了，派雷公来劈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呸！他又推搡了我一下，然后用力摔上门。马上要下雨了，我站在这栋小楼的台阶上，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粉红色的闪电闪过，在天空中画下一个令人心悸的符号。何聪妈刚才骂我的那些，我无力反驳。事实上，她说的没错，我的确是怀孕了。我拖着行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我和何聪恋爱1年，登记结婚，我们的确没有发生过关系。我一直是清清白白的。当我这个月生理期推迟了之后，我还没在意。今天去医院里检查才知道，我居然怀孕了。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我又不是雌雄同体，一个人就能怀孕，想破了脑袋都想不通。又是一道惊雷闪过，大雨倾盆。我没跑，拉着沉重的行李，往前或者往后，往左或者往右，都是弥漫的雨雾。我又没有目的地，跑向哪里都会让自己湿透。我像个疯子一样在路上慢慢地走，大雨淋进了我的心里。在这座城市，除了何家，我根本无处可去。一辆车在我的身边停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从车上下来，手里撑着一把黄格子的雨伞。他走到我面前，将雨伞撑在我的头顶上，微笑着看着我：夏至夏小姐。我茫然地点点头，我不认得他。您是？我开口询问道。你请上车。他很有礼貌地指着车上。
外面雨太大了，我不认识你。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说，我知道您不认识我，放心，我不是坏人。坏人有说自己是坏人的吗？他笑了，打量浑身湿漉漉的我。您现在已经这样了，您觉得我图您什么？我不管他图我什么，反正我不上车。我拉着行李箱继续往前走，他撑着伞，不紧不慢地跟着我。那辆豪车也缓缓地在后面跟着。夏小姐，您怀孕了是吗？他一句话就让我站住了，诧异地看着他。怎么，我怀孕的事情都人尽皆知了？他微微一笑。您是不是很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听他的口气，他是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了。但是我的警惕心还是有，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他笑得高深莫测。您跟我来就行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后面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是谁更让我提起精神的了。我也想知道这个诡异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迟疑了一下，他见我站住了，便让司机下车，把我的行李箱放到后面的后备箱里，然后拉开门，彬彬有礼地请我上车。车里很温暖，我的衣服都湿了，把豪华的车厢内弄得都是水。但是那个人完全不介意，笑嘻嘻地递给我一杯热水。你有身孕，要注意保暖。我手里握着水杯，但是没敢喝。虽然我现在的确没什么让他好图的，但是现如今的坏人也太多了，我已经够倒霉了，不想再倒霉下去。车子开了10几分钟，到了一个市中心的花园洋房小区。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地方，记得我前段时间和何聪从这里路过，他眼馋地看了一眼，对我说，如果这辈子我能住得起这里，真不算白活了。车在一栋3层的别墅门口停下来，外面还有一个不小的花园。那人下车帮我拉开车门，指着大门口对我说，您以后就住在这里，一直到把孩子生下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说什么？他徐徐微笑，里面有一个阿姨和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家政人员，他们会照顾你的饮食起居。我不算笨，而且有极致，越到情急的时候，脑子转得就越快。我看着那人的脸，是那个让我怀孕的人让我住在这里的。那人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这时大门打开了，一个40多岁的大姐走出来，笑着对我说，您就是夏小姐吧？快进来，外面太冷了。我半拖半拽的被那个大姐给拽进了屋里，而那个男人没有进来，只是嘱咐了几句就走了。我站在门口环顾室内，还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客厅仿佛篮球场，空旷的说话都会有回音。我还在发愣，那个大姐已经将一双拖鞋放在我的脚下。夏小姐，赶紧换了拖鞋，你浑身都湿透了，先上楼洗个澡，马上汤就熬好了。刚才那个人，我木然地穿上拖鞋问大姐，哦，您说的是董秘书啊？董秘书？他是谁的秘书？大姐摇摇头，我只知道他是董秘书。对了，我姓蔡，你叫我蔡姐就行。那个是小锦，她指着站在楼梯边对着我笑的年轻女孩，她负责收拾房间，我做饭。我迷糊了，完完全全迷糊了，莫名其妙的怀了孕，又莫名其妙的被带到这里来。我上了楼去洗了澡，温暖的洗澡水让我的魂魄回到了身体里来。洗完澡，我坐在梳妆台前吹头发，努力思索。我一直循规蹈矩，和何聪恋爱1年来都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而眼下我们刚刚领证，当然不可能背着他做什么。唯一的一次，就是有一天何聪带着我去应酬，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在酒店里住了1夜。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何聪不在，酒店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的衣服都在地上，而床铺上的痕迹告诉我，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后我去问何聪，他却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我还以为是他趁我醉酒对我做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领了证，我也就没有计较。但是现在联想到今天发生的种种，我依稀感觉到那天晚上在酒店的另有其人。我抱紧了胳膊，缩成一团。在我身后帮我吹头发的小锦立刻问：夏小姐，你是冷吗？我马上把暖气再打热一点。不用了，我拉住小锦。你知道这个房子的主人是谁？小锦摇摇头，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是董秘书聘来的，他付钱我就做事，这事情太诡异了，不是吗？但我是做新闻的，见过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用我的新闻头脑分析了一番，得到了一个让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的结论。我很有可能那天晚上是被一个权贵给睡了，然而那个权贵没有孩子，或者特别想要个儿子，就找个地方把我养起来给他生儿子。现在这种事情很寻常，但是怎么都想不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晚上我喝了很美味的汤，吃了很好吃的菜，菜姐手艺了得，我敢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但是我的心是迷茫的。不过我打算留下来，我下定了决心，我要找出那个人来，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得精神焕发地去上班，门口有辆车等着我，司机就是昨天的那个，他下车毕恭毕敬地给我开门：夏小姐，请上车。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对那个男人的身份好奇。对于像我这种身份普通的女人，他都如此谦卑，那个人物一定是个大人物。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了一个脑满肠肥秃头的形象，胃里立刻有东西往上翻滚。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何，让我叫他小何就行了。提起何这个姓，我就想起了何聪。他这个人生性软弱，在他妈和我之间，他永远选择退缩。上班的路上，我一直给何聪打电话，但是他没接。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知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每次我和他妈妈发生冲突，他都选择逃跑，然后等到风平浪静了之后再回来，跪在我面前对我百般安抚。所以这就是我和他领了证却一直没有办酒的原因。到了杂志社，同事小唐说总编找我。昨天下午我请假了去医院，之后就一去不复返，恐怕今天得挨批了吧。我走进总编的办公室，他招招手让我坐下。今天有个采访，小张出差了，你顶上吧。采访稿他已经写好了，你拿着直接过去。我接过来，念了念开头：大宇集团副总裁桑奇专访。我一向不做人物专访的，我都是跑一线新闻，特别是这种大人物的专访，难免有水分。真正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问的。总编，要不然让小唐去吧，我今天还要跑一下药监局。昨天下班前，你婆婆到杂志社来了。总编话锋一转，听到我婆婆这3个字，我就紧张。她来做什么？夏至。总编严肃地看着我，你从毕业就在我们杂志社工作，你的工作很努力，本来你的生活我是没权利干涉，但是你婆婆昨天到杂志社来，又哭又闹的，确实影响了一些我们杂志社的声誉。我都懒得问我婆婆闹了什么，单从总编的表情上我就看得出来，这趟专访非我不可了。昨天何聪妈来闹了事，今天我就失去了谈判的权利。我捏着采访稿蔫蔫地下楼，那辆豪车还在门口等着。我走过去，趴着窗口对司机说：师傅，你不上班，我的工作就是这个。夏小姐，
他笑得露出白牙。您是记者，肯定要东奔西跑，所以我在这里等着总没错。去哪里？我也没跟他客气，拉开车门便坐了进去。大宇集团。他愣了一下，回头看我一眼，不认得路。我莫名地问他，认得认得。他急忙点头，将车发动了。怀孕初期，人就有点犯困，在路上我迷瞪了一会，司机告诉我到了，事先就跟桑琪的秘书预约过了。他让我在接待室等一会，说桑总在开会，等会就来。他来之前，我把采访稿看了一遍。小张的文笔有限，写的全是大白话，随便看看就能背下来。背得差不多的时候，门打开了，出于礼貌，我便站了起来，一双大长腿迈了进来。我急忙向来人伸出了手。你好，桑总。当他靠近我的时候，一股很特殊的淡淡烟草味道钻进了我的鼻子，隐隐的，我总觉得我在哪里闻过这个味道，隐隐的，我总觉得我在哪里闻过这个味道。他没跟我握手，而是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看了看我脖子上挂的胸牌。你姓张？哦，不是。他有点不按理出牌，我的节奏都被他给打乱了。我叫夏至，本来约好采访您的记者出差去了。我抬眼看向他的脸，桑琪这个人大概知道一点，大宇集团是兄弟俩创办的，据说父辈很有名望，但是两个儿子也是人中翘楚，短短几年将大宇集团发展成国内很大型的企业。而桑琪也很年轻，据说还不到30，所以这么个有代表性的年轻商人，肯定有值得挖掘的地方。只不过小张的采访稿写得太过浅显，一味的阿谀奉承。我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帅，就算去拍电影，也绝对不输给任何一个男明星。我看着他出神，他举起手指在桌上敲了一下。夏小姐，我脸上有花，花自然是没有。我看着他坚毅的额角，老实回答，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你。他撇唇轻笑，最近我的专访有点多，也许是在电视上吧。我对这些标杆型的人物没什么兴趣，就算是看到了，也只是随便看一眼。我打开录音笔，采访正式开始，照着采访稿进行。采访还算是顺利，虽然没什么火花。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机在包里响了，往敞开的包里看了一眼，是何聪打来的。我找了他整整24个小时，他终于出现了，想都没想就把电话接通了，径直走出接待室去接听。你去哪里了？一接通，我劈头盖脸的就问。小智。他声音一如既往的软软的，你打了我很多电话，你去哪了？我出差了，昨天走得比较急，没时间告诉你。好，我不跟他计较，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的电话？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问他。我问你，1个半月前我陪你去应酬的那个晚上，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我哪里还记得？他含含糊糊的想要混过去。小智，我还有事，我先挂了。何聪，你别挂。我咬着牙喊他的名字。我为什么会在酒店里？为什么你不在？为什么我喝多了你不把我带回家？小智，我上次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刚刚把你安顿好，领导就打电话给我，我就去忙了。后来很晚了，我就没去打扰你。你没有碰过我？当然没有了。我笑了，这孩子难不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好，我点点头。既然你没碰过我，我问你，我为什么怀孕了？我是很平静地问出这句话的。可能我是天底下唯一一个怀了不是老公的孩子还质问他的女人吧。小智，他的声音听上去并不惊奇，仿佛早有心理准备一样。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何聪，你马上给滚回来！
终于忍不住，我站在后楼梯口，歇斯底里地喊出这句话。何聪挂电话的速度比他做任何事都要快，他做什么都是磨磨蹭蹭的，但每次出了事，逃跑都是最快的。我深吸一口气，胸口闷闷的痛，捂着胸口转身，看到那个颀长的身影已经走进了电梯里。桑总，我小跑了几步，等我跑到电梯门口，刚好电梯门在我的眼前慢慢合上。桑奇那张英俊却冷淡的脸被合在了那2块冰冷的铁门中。我看着电梯上跳动的数字，准备确定好楼层之后就跟着上去。一个看上去像秘书的人拦住了我。夏小姐，我是桑总的秘书。哦，刚才我有点急事，接了个电话。我急忙解释，桑总让我转告你，你是他见过的记者中最不专业的一个。我哑然，我专业的时候他没见过。当年查地沟油的事情的时候，我装成买地沟油的小贩，跟着那些人每晚去捞地沟油，被熏了整整2个礼拜。不好意思，刚才我真的有急事，如果桑总现在没空的话，我们可以另约时间。桑总没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秘书将我落在接待室里的采访稿递给我，就算是临时换人了，采访稿也是别人的，你太没有诚意了。秘书随后也走进了电梯，我颓然地叹了口气，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都没完成，人物专访应该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回到杂志社，还没坐稳，小唐就跑来告诉我，总编找你，你小心点，听说你没完成采访，被大宇集团的人给投诉了，现在总编大发雷霆。我硬着头皮走进了总编办公室，总编果然很生气，连头套都摘下来了，露出光溜溜的脑袋顶。据说能看见总编的秃脑门的人，离死就不远了。我没敢坐下，战战兢兢地站着。总编，他半天没说话，我看着他的秃脑门发愣。忽然，他终于开口了：夏至，去人事部办手续吧。我愣了一下，办什么手续？离职手续？还能是什么手续？总编朝我大吼一声，我腿一抖，差点跌倒。总编，我只是接了个电话，我有点委屈。我承认采访中途接电话的确不对，但是被开除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夏至，你是新人吗？你第一天当记者吗？你知道你采访的是什么人吗？好不容易才约到桑奇，还是总部领导的面子，现在人家投诉到总部去了，我只是小小一个分社的总编，我罩不住你，罩不住你啊！他把桌子拍得啪啪响，我很担心本来就不太结实的桌子会被他拍散。我下意识地捂住小腹，女人的天性是母性，尽管我对她的到来感到很惶恐，但是我毕竟是她的母亲。我往后退了一步，舔了舔嘴唇。总编，现在秋天容易肝火旺，我去给你冲一杯清火茶。我脚底抹油就想溜，总编恢复了些理智，哑着嗓子喊住我：夏至，你到我们杂志社3年了，刚毕业就来了，按道理我应该保住你，但是我能力有限，请你谅解。阳光下，总编的脑袋像灯泡一样发着光，我能感觉到他的无奈。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